嘿，大家好，我是 A 神。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我還沒找到破解方法的一個打法打的這一場比賽。那簡單來說就是這個打法，我暫時還沒找到一個很有效的破解方法來處理啊。那其實又是那句什麼樣的打法？那就是我們的奧丁龍捲風打法，尤其是這種小地圖裡面。對，那今天就來開場，我跟這個奧丁龍捲風打了這一場比賽。那這打的對手又是 Meta 玩家，那其實不知道為什麼用那個奧丁龍捲風的玩家，很多時都會用一些 Meta 英雄呢，就是所謂的 Meta 玩家。那這個對手也不例外。那其實就是不停的用龍捲風放出來，把我打下去掉區，然後再放龍捲風，不停的重複這個步驟。所以的話，基本上我現在的處理手法不是完美的，因為我剛才所說沒有一個我還沒找到嘛，所以的話我的主要打法就是盡量避開龍捲風的同時一邊進攻，像剛才一樣。對了，已經來到這個第一回合的技能階段了，那這邊直接開了個披風然後跳走。通常遇到這種情況的話，其實是有機會對面是來不及把你射跪地的。所以說我習慣性就是如果例如說剛才宙斯抓到我是習慣性不停，如果真的沒什麼技能可以反的話，我是習慣性按這個 A， 就是不停的跳來嘗試讓對面沒有那個足夠時間把我抓住，就是一個最後逃脫的手段之一啊。对，那這邊的話繼續一邊躲避一邊進攻啊，那嘗試一下。那這邊可以抓到，那這邊把龍捲風打掉，然後把它給一個致命一擊啊，那不錯。那但是我覺得這個打法其實就看起來好像有用，那但是風險極高。那因為眾所周知啊，一邊進攻一邊防守，這個兩個原本都是一個矛盾的一個東西來的。那所以的話，你就算我剛才真的做到剛才那一點，那但是我也是不是太鼓勵不停的重複這個一邊進攻一邊防守的這個打法，因為真的非常之高風險，而且也不是那麼多次也是會成功。對，那這邊都來到第二回合，又是一開始先抓到，給他黑毛或不，哎呦，這邊的失手了，那失手被他反抓起來啊。那這邊的話直接換這個第三英雄嘛，那因為通常用這種 combo 的玩家都用得非常之熟練，是很少機會會失手啊。這邊的話你也可以看到，雖然很多玩家都說，你用這個什麼無限防禦或者是這個守護者那種英雄，一邊跑一邊防禦不就行嗎？那其實因為那個龍捲風的打法，其實你要面對的東西不只是這個龍捲風而已。那當然，你用那個守護者直接衝過去龍捲風那邊，直接把它抵擋掉是很簡單。但是你別忘記一點，就是你還有那個對手那個人啊，那個人還在你身邊了。所以的話，其實你要躲避的東西不只是龍捲風，還有他這個本人啊，玩家本人。所以的話，你用守護者的那些英雄是很容易被對面抓的。对，就像我現在一樣。本來是打算抵擋到一個龍捲風，然後再進攻了，但是我就抵擋掉之後，還是進攻失敗，就讓他抓到。那用這個守護者也是會有差不多的一個下場的。對，所以我就覺得守護者應該暫時還不是最優解啊。對，這邊把它打下去，來到這個第三回合啊。那這邊的話可以，那他沒有換這個主英雄，繼續用這個反英雄啊，就是我之前所說一個類似很多玩家壞習慣，就是看到了那個反英雄的能量差一點就可以觸發特殊攻擊了，就不想換英雄，這種壞習慣，那我也有。那所以的話，我還是鼓勵大家，如果你的反英雄已經把对面的一些攻擊吃掉，那還是換反英雄進行那個進攻的打法吧。对，這邊的話小心點啊，不要讓他踢到，然後我們找機會反擊。對，那就是正義隊長現在我覺得最好用的用法，就抓他對面的那個印子啊。对，我給這邊抓到，然後直接把他打下去。那因為李舜臣啊，他的那個能量是只有倒地才能使用，所以說我們是不用怕的。我這邊的話直接給他那個宙斯 SD， 然後小心點他的技能啊。那我們就換為超蟲來輸出，就不會讓对面抓到。那這邊的話小一點，我這邊直接用了衣服來抓住，然後我們裝作沒事發生，然後直接一個頭盔打下去。對，那個就是所謂的不要暴露
你的那個動機的一個其實做法就是若無其事啊，站在旁邊那邊就裝着，哎，好像不是想打他，好像是想放他一馬，那其實沒有，是準備下一個攻擊，但是我的那個動機隱藏了下來。對，這邊呢抓到，那到第4回合抓到也是黑毛 combo 事後，那可以看到那個血量已經大大拉了起來了，一半，直接在前期拉了一半起來，那個開端打得不錯啊。那做到第2次有一個成功的 spawn camp， 那這邊的最好的做法就是，如果前期那個節奏那麼好的話，我們就盡量用兵法 SD 這種短 CD 來抓它，維持着這個所謂的節奏點啊。那這邊不錯，那節奏點就很好的維持住了。因為現在對面還沒有一些比較有用一點的反裝，例如說什麼九尾頭啊、超音星那些，因為那些是比較後期一點的反裝來的。那我們前期啊，如果那個節奏點抓起來的話，我們就盡量用一些快 CD 的技能把它抓住，把那個節奏拉到最大。我這邊說，哎呦，那有點麻煩，這因為現在我的反裝還沒存好，然後我的速衣還沒存好，但是他失誤了，直接用這個衣服撞過去，那不錯。那這邊他的失誤導致這個致命性的抓捕啊沒有一個實質用途，那這邊的話他的那個機會就錯過了。那我的頭盔還有技能披風啊，直接用披風，然後把它用黑毛 combo 來收個尾啊。